袭！突袭！天が大日本帝国軍に味方した。我々が敵の領末を求めた矢先、大食糧庫が見つかった。これはもしや罠で。罠だと？情報によると、支那軍は公安方面に集結しており、思うに支那軍の食料は奴らの仕掛けた罠であり、我々を二分させるつもりでは。それがどうしたんだ？もし別れたことで敵との決戦が待っているなら、望むところじゃないか。将軍、地形を見るに東湖への唯一の道は東領道で、敵はこの滝に潜みさえすれば我々二国軍の連携を断ち切れます。参謀長、我が軍の進軍以来、支那軍は常に地形を利用して幾多も行く手を運んできた。公安、上府、固形山、逸座も危険に満ちていた。だが皇軍の進撃を止められましたが、東領道でも同様に進行を抑えられません。参謀長、何が心配だ？この地形はバンカレーに似通っており、支那軍は再現とばかりに兵を集め襲ってくるでしょう。バンカレー戦の再来は絶対にあってはならん。ラタクヤにもそんな能力はない。参謀長、気にしすぎ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本隊は支那各軍を横投げに打破せしめられる。師団長、ご命令を。東湖の食料を奪います。うん。やはり情報は正確を求められる。これ以上の上は許されん。陛下の衛兵たちに空腹で戦わせてはならん。空よりの偵察のみでは不十分です。派遣した偵察隊も戻る頃でしょう。聞いてまいります。斉田君、公安と東湖は50里ほどで、騎兵たちに視聴隊車両を守らせても1日で往復できるはずだ。荷下ろしが早ければおそらく日に2往復は可能です。視聴衛連隊、騎馬連隊の指揮下を任す。すぐに立て。食料を奪い次第、騎兵の護送のもと可及的速やかに公安へと運べ。第32军第98师师长王家本，到。命令你部监视左支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回高安3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部工兵团配属给你。是。第8军军长李玉堂，到。命令你部隐蔽接敌，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是。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第49军军长刘多全到，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是。第6军军长甘礼初到，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是。第32军军长宋恳堂到，你部的2个师作为本次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增援各个战场。是。薛长官命令，天黑以前发起进攻。我把总攻的时间定为傍晚6点，请大家对表。薛长官，如果罗卓英部能在6时左右向106师团发起进攻，一切就将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吗？老天。对。
如果天一放晴，冈村宁次必定会派空军支援106师团。这样一来，罗卓英他们的压力就大了。我们和106师团的武器装备相差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从高安一带的地形来看，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而是看谁能打得更巧。第8军是我打万家岭战役的主力，我相信李玉堂深谙兵道，他知道如何才能出奇制胜。我ら106師団偵察隊のものだ。早く報告を。はっ。報告。我々は倉庫を爆破を行ってた品地をすでに射殺し、爆破装置を除いた上倉庫を制圧。結構。まさに天に守られているな皇軍は。車両に乗せよ、公安へと送る。はっ。報告。服の中は米ではなく砂です。やめー！狡猾なやつだめ。町中の全ての品人を捕らえてこい。はい。報告。捜索数も一っ子一人おらず、犬さんもいません。食料を探せ。町中の民家を壊してでも探せ。食料を探してこい。はい。報告。白湯宮殿。集合せよ。公安へ戻る。营长，营长，怎么了？市长，咱们营从阵地上撤下去。为什么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把我从战场撤下来，我还不能问为什么？李本忠啊，我看你就没有从失去媳妇儿这悲痛中走出来。师长，能走出来吗？一个大活人呢！我看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
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358团，3天3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3天3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都是红的。那不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那就是106师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6师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来看看，我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メス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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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い押すな待て待て人数分ある下がれ人数分ある待て落ち着け落ち着くんだ争うな落ち着け牛の誇りはどこへやったあ！下连开炮，给我狠狠的打！
东京东边打起来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2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是。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快！你们跟我走，走。快跟上！快点！将軍殿、信軍は突如四方から猛攻を仕掛け、特に東方の敵はすでに我が第一防衛線を突破しました。しかし勇猛な我らが兵士はすでに第二防衛線を築き、現在少数の敵が村に侵入するのみです。サイド地帯は帰還したか？すでに公安へと戻り、おそらくは棟梁道場かと。命令だ。111団は予備役を動員。村に潜む信軍を殲滅させよ。はっ。营长，我们迷路了。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走。马上到棉纺厂了，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墙，我们必须先把它拿下。来，我告诉你们，去吧。おい、見てこい。何事や。上。去，把最后背文件包的那个给我拿下。是，走。更激烈的炮火在西方炸响了，他们向西突围了。对，命令部队避开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是。营长，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到了。有没有伤亡？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不错，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会说中国话吗？不会。那不是个废物。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带下去。是。这个头还是有用的。营长，
你看出什么了？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营长，你说怎么打？这样，这面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是，保证完成任务。何？敵の攻撃が激しい。包囲の危険があるなと。陣長縮小。3個連隊で一陣を守備。一陣を持ちこたえさせろ。快！一会儿他那边打响了，咱们就上。好。快上！营长，打起来了！上！打！任务完成了，撤吧！撤！撤！薛长官，长安镇我们全歼日寇一个连队，击毙连队长小林雄一。铜陵道伏击，我们也给左支支队以沉重打击。借着老天的帮忙，连下大雨，我们的2条腿跑赢了日寇的机械化，彻底扭转了战局呀！接第15集团军，关司令。喂，关司令吗？薛长官，电话。关兄啊，我是薛岳，您的情况怎么样？薛长官，虽然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伤亡也不小，但汨罗江阵地还寸头维持。好，东线的战斗已经打响，而且取得了初步战果。罗副司令长官已经把敌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牢牢地摁在了东线，所以你不必担心敌人左翼的支持。可正因为敌人东线受阻，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正面强行突破。接下来，你的压力会更大呀。请薛长官放心，我第15集团军所有将士有信心坚守阵地，一步也不后退。好，关兄，
我预祝你全线告捷。怒る平家は久しからず中井良太郎には失望した。106師団も公安から救って撤退していれば敵の包囲から逃れたものを。今回の哲学との戦いで私は2つのことを見落としていた。一つは湘北から岳南への移動に5日はかかると踏んでいたが、奴らは2日で移動した。逆に我々は3日続いた大雨で行動が大きく鈍った。ここでは神も奴らに味方するのか。もう一つは羅卓兵が偽の情報を流し106師団と最大支隊を引き離したことだ。中国軍も戦争がどういうものか分かってきたようだ。諸君殿、我々はどう手を打ちますか。東側が大きな攻撃を被っている。第6師団と奈良支隊で敵軍への総攻撃を行う。碧羅港の防衛線を突破せよ。はい。待て。もう一度言う。東側の不利な状況を挽回するのはここしかない。瑛太。上村支隊が瑛太を落とせば第15師団軍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我が軍は東へ移動する。上村支隊は日没までに瑛太を落とし敵の第15師団軍を背後から攻めろ。はい。吃点东西吧。日寇吃什么？日寇吃饭。我知道他们吃饭，还有菜，或许是干粮。我问的是，他们长途跋涉，10万大军每天得吃掉10几万斤粮食。没错。如果是你，会在哪儿建立补给仓储呢？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但是他们有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营田。营田。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在营田建立他们的补给仓储。柏林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10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柏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怎么了？面。哦，面。報告します。上村支隊が瑛太を落としました。什么事儿？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2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营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崽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陵。是。喂，是。薛长官，委员长电话。委座，我是薛岳。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委座，营田一线确实是直辖布防漏洞，营田失守，直辖难辞其咎。但直辖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委座放心，直辖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请委座示下。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撤离到衡阳一线，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15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委座的意见，直辖不敢苟同。直辖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委座此言谬也。他的谱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柏林兄，你息怒啊！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委座，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委座。喂，我是陈诚。陈长官，我是吴一志。柏林兄要给委员长道歉。委座，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算了，我不用接了。委座，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陵一点面子吧。明天一早，我让剑生辞修飞抵前线，聆讯战况，传达命令。他也摔了我一回。没事儿了。
子修、建成，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依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请委座放心，知下一定不辱使命。将軍殿、対岸の敵は抵抗激しく、我が軍は8度攻めるも突破は叶いません。我々の歩兵連隊はなぜまで来ない？道がぬかるみ、歩兵連隊は遅々として進めないのです。もう雨は上がったではないか。西が品々に破壊し尽くさ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進軍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あまり信軍にこだわるな。全速力で推し進め。早く敵略を落とせ。はい。残らずだ。汨罗江防线多处失守，73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
撤什么撤？命令关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提头来见。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报告，关林征将军急电，汨罗江防线失守。汨罗江失守，要是这么打下去，那冈村宁次会怎么调整他的战术？他一定会加紧进攻，以求速胜。对，新四军已经切断了他的长江补给线，他现在在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储备，估计支撑不了他多长时间了。我们该怎么应对呢？还是坚持那个字，缠。只要死死地缠住他，就会要了他的命。看来薛长官已经有了具体的应对方案了。进来看。我准备在福林铺地区组织几个伏击，不求歼敌多少，只求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你不是想速胜吗？偏偏让你陷入沼泽，欲速不达。这就是我们的应对方针。可是日军骄横，志在长沙，现在又是他们最后一拳，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薛长官，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正面防守的5个师，缠不住具有强大空中火力支援的5万日军，再加上从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已经到了上山地区，如果我们在福林铺一带拦不住日军，他们就会长驱直入，进取长沙。长沙城我们没有主力防守，一旦长沙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也会影响民心和士气。所以我建议紧急抽调6个预备师，给关林征部正面防守。以硬碰硬，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那你说该怎么办？命令第52军快速运动到上山地区，阻击敌上村支队。命令李玉堂的第8军改变行军路线，快速向上山地区运动，以52军前后夹击敌上村支队。好，好齐。是。另外，马上给前线将士发电报，告诉他们，敌人是没有后援的孤军，死一个人就少一份战斗力，炮弹打一发就少一发，多一个伤员就多一份累赘，拖延1天就少1天的粮食，所以他们要速战速决。而我军是在本土作战，背后是3乡民众的全力支持，兵源粮源源源不断。我军的战法是死缠他、拖延他、消耗他，
这样打下去，日寇绝无不败之理。戦局の変化に基づき、司令官殿は命を下された。もともとの15集団軍の包囲目標は解き、7日間のうちに綱領をつき調査を奪えと命を受け、岡村司令官のこの戦術に感銘を受けた。筆記調査さえ落とせば支那軍はすぐにでも潰れる。だがどうだ、我らは撤退ばかり。撤退、その意味は調査戦役におき先行なしだ。手ぶらで帰るなど失敗だろう。いや、我らは引かぬ。規定目標を実現なくして我らが軍旗を調査に掲げやしない。絶対に引かぬ。そうだ、指令の命令に基づき我々は元の15集団軍包囲殲滅目標は先行し、集中して福林砲8リリ供給を一気に突き抜け調査を取るぞ。准备战斗！打！一人残らず消え失せました。稲葉将軍に伝報。抵抗を受けるも我が隊の火力をもってして重慶軍は跡形もなく消滅。よって前進を続ける。はい。薛长官，73军彭卫人来电，他们按照你的部署，以3个师的兵力，在涪陵铺逐级设伏，与敌缠斗，已经打了5个伏击战，24小时让敌人只前进了5公里，而且大量的消耗了敌人的重武器弹药，有效的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好，湘军打得好。嗯，这子弟兵就是子弟兵啊！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多久，道业四郎就会被我们逼疯了。昨日は1日かけて我が先遣部隊はたった5里進んだに過ぎなかった。これのどこが大日本皇軍だ。カタツムリか。石膏が申すに支那軍は非常の戦術を取ったようで、前進すれば敵は待ち伏せを狙い、敵を砲撃すればすぐさま撤退をする。進軍の遅れのみならず我が隊は弾薬も多く消費しており、先遣部隊の車両燃料に薬砲も尽きているようです。先遣隊には特攻命令だ。3日のうちに龍陽湖を渡り調査を取れ。はっ。彭主任，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军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
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可俺们就2、30人，弹药也不充足，这咋打呀？对啊，彭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看看去。是。营长啊，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走，过去看看。营长，什么情况？就是他们要见师长。本忠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这位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8路军驻枪通运处的彭主任。你好。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到，通知部队继续前进。是。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5、6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事是多大的帮助啊！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弹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参谋长，到。上山还有多远？30多里路。上村支队如果让52军消灭了，那咱第8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这道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到。师长，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那行，你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御师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方师长，
谢谢了。李营长，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打仗能不死人吗？一连长，到。本忠哥，你还是先听听彭主任的想法吧。刘辉，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它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仙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这打仗又不是演戏，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这又是哪位长官啊？小东北，怎么说话呢？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本忠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那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李营长，这边请。走，过去看看。A 点輸送基地は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れた神聖な使命だ。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す。それ。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ものは自分で立て。なぜ持ち場を離れた？調査殿、自分は腹が痛くて、それで苦痛だと？そんなものが勝手に持ち場を離れる理由になるか？いえ、なりません。貴様がいなかったせいで敵が我が陣営に潜り込んだかもしれぬ。もしシナ人がこの隙をついて侵入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バカ者が！長官殿、すみません。兵士たる者、軍紀による懲罰の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はずだ。貴様は過ちを認めた。どうすべきかは言わんでも分かるだろう。准备！この手は取っておけ。許すわけではないぞ。この侍の手で一人でも多くシナ人の頭をかち割れ。分かったか？はい。お前の挽回を、この手で敵を一人でも多く。召しだ。我建议先组织剑刀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
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3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正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尖刀班的进攻。这招调虎离山计不错啊，营长。这尖刀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用物资。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哎，这招好。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这车劫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李营长，俺会开车。哎，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尖刀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会开车？你们等着，我去报告营长。等这么长时间，小鬼子车还不来，咱再想别的办法吧。陈竹清，再等等。吕慧，哎，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李营长的尖刀班。彭主任，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本忠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彭主任，我坚持我的意见。本忠哥，吕慧，李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本忠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忠哥去了。营长，什么情况？发现鬼子的车了，有几辆？就一辆，就一辆，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辆。准备战斗。是，一连长到。一会儿打起来了，找2人给我看着他。我不希望不吉利。是。尖刀班上。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确认吗？小东北，到，上车。是。彭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镇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班的行动。好，行动吧！是，1连2连，跟我走。哎，小姐，主任，主任，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俺不紧张。
不能让你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你以前学过日语啊？啊，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好嘞。哎呀，你看着点，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通行証を出せ。なぜこうも遅れた？あ、車の故障で。前線の様子はどうだ？もうすぐ調査です。行け。走啊，熄火了，大着啊！关键时刻，快点快点！警长，小鬼子过来了。随便跟他说点什么。どうした？おもれちょっと隔てて、ちょっと押してもらえまへんか。おい、手伝え。よしよし。走，往那边走。彭尊，怎么样？打吧！尖刀帮和敌人接上火了，吸引敌人的火力，策应尖刀帮的行动，打！ 品軍の襲撃です。どれくらいだ？不明です。総員入り口を下げ、夜明け前にそんな家と突破させんじゃない。は、あの車はあの程度弾薬庫には近づけんだろう。放っておけばいい。哎呦！ 加大油门冲过去！小鬼子没影了。好，终于把小鬼子甩掉了。后边都没事吧？没事，没事。好。哎，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一边去。这么凶。
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怎么了，小姐？肚子疼！哎呦，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快去快去！谢谢啊。快点回来啊！那边是军火库，加大油门冲过去。是。是哪儿？是哪儿？冲！停车！停！所有人都下车！是。营长，怎么这么安静？一个小鬼子都没有。小鬼子不会都睡了吧？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是。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他们说什么？他让咱们把枪撂下。我看到了，発砲失踪。他们人多，把枪放下。捡枪！收眼睛！陈长官，怎么回事啊？鬼子营地停电了！快打！打！打！你掩护我，我去把它炸了。不行，营长，你让我去，我跑得快，少废话。你去就送死！向后背，向后背！小东们！
官，成功了！好，打，打！任务完成了，撤！可小东被他撤！52军情况如何？他们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坚持不到天亮。参谋长，第8军电报。第8军到哪儿了？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他们已经到了上山市，并且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现在上村支队在我第8军和第52军的包围之下。薛长官对第8军的调度真的是神来之笔呀！这么一来，这盘棋就活了。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长官想不想听啊？看来我们的好消息多起来了。那是。諸君殿、上村支隊からの連絡で敵に攻撃されたため、第6師団に頼る許可をと。上村の部隊がなぜだ？上村何やっとる？将軍殿、さらに悪い知らせが。我が永田基地がやられました。这个消息太振奋人心了，炸毁了营田鬼子的补给仓储，就等于是来了个釜底抽薪。冈村宁次这把火想不灭都不行啊！是哪个部队干的？我要为他们向委员长请功。第8军的一个营，营长叫什么？李本忠。啊，李本忠，我会记住这个名字。我が軍が信濃へ進軍して以来最も悪い知らせだ。永田基地は調査における数万人の兵士たちの命綱だ。その永田が攻撃され食料や武器を失いどうやって戦いたいのだ。永田を捨てた指揮官を軍機にかけて処罰しろ。はい、今すぐにでも。待て。部下のせいではない。処罰されるのは私だ。いえ、将軍殿、閣下に過失はありません。閣下の指揮は正しかった。このようなありさまの元凶はあの腐れ下士官どもです。私は指揮官として中国兵法の真意を忘れていた。平和を動かす前にまず十分な食料を確保せねばならん。新四軍に長江の空輸路線を断たれ永田基地を重慶軍に攻撃され武器も食料も失った部隊に戦うことはできん。将軍殿、ではどうしますか？撤退だ。なんと？稲葉の部隊にすぐに撤退する命令を下せ。将軍殿、閣下は
撤退は失敗だと。我が大日本皇軍に失敗はならんと。軍人として勝利することは大事だが、敗北を認める勇気も必要だ。ではこれは最終決定ですか？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六師団が閃光もなく撤退だと。司令官殿、病末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我が第六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信濃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薛长官，委员长来电。念。准备以6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命令第11师、19师、第102师、198师、第200师、荣誉1师，共6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4军、第49军、第37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8军、第52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在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薛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22师、暂编第5师、第6师，我们要不要把这3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涪陵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5万日军。实际上，这5万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14万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5万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拼死一搏，做垂死的挣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放走了这5万日军，委员长会怪罪我们的。你把委员长的电报再念一遍。好。准备以6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委座只要我们以6个师的兵力，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而只字未提围歼日寇？为什么？如果我们以4面攻击的形式围歼日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
我损失大部主力，与敌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委座是不希望看到的。明白了。明白了。下命令吧。是。報告します。湘北の戦場を撤退した部隊はもうべき楽を超えただろうか。先ほど前線から第6師団奈良支隊上村支隊が合流し永安に到達した模様。さらに前進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か。稲葉城、命令違反するとは横暴が過ぎる。おそらく奮起して調査を取ろうかと。国作戦に運任せなどありえん。節学には現在5つの軍が動き、8つの師団が命令を待っている。我が5万の精鋭部隊は14万の中継軍と戦うのを恐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我々には今武器も食料も不足している。節学はおそらく時間を稼いでくるだろう。5万の精鋭で14万の中継軍と戦えばおそらく負けるだろう。我が第11軍は支那戦線唯一の野戦機動部隊だ。重慶政府に圧力をかけるためにあ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そこが崩れるということは極東全体に影響し、政治面でも大失態となりかねん。稲葉城、陸軍中将としてそんなこともわからんのか。はい、すぐに稲葉中将に中止命令を。各部隊に連絡しろ。明朝を必ず引き返すよう命令違反は厳重処罰する。はい。撤退すると決定したのです。なぜ早いうちに行動を起こさず明朝まで待つのでしょうか。敵は節学だ。どんな小さな隙も見落とさん。はい。怎么样？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5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察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10里。后撤10里？为什么？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何副官。哟，参谋长，薛长官呢？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参谋长。 弟兄们，鬼子撤了，我们赢了！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回家！回家！放这儿，放在这儿啊！来来来，快快！好好猛啊！好好猛啊！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谢谢。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
他知道该怎么做。谢谢。安葬吧。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6日，双方休战，历时1个月。此役歼敌3万余人，中方伤亡4万余人。由于第9战区将士的浴血奋战，不仅挫败了敌人1星期攻克长沙的狂言，还粉碎了日军占领长沙一举南下的战略意图。